美国疯狂下注，果实却有中国一份，凭什么？美国对中国的施压，凭什么中国却能够因为一个选择，让西方不敢轻举妄动？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群说。美国疯狂下注，想要利用俄乌冲突重塑西方秩序的意图，那基本上是没有丝毫的掩饰啊。在美国看来，西方秩序正受到了多极化世界的冲击，而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又并不符合西方霸权秩序的利益需求，所以美国和西方义无反顾地挑起俄乌冲突，试图延长西方秩序的寿命，乃至重塑西方秩序，使西方秩序继续领导世界。所以，美国才会在俄乌冲突当中疯狂下注，试图维持冲突的长期存在，通过削弱乃至摧毁俄罗斯来重创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，将多极化世界上升的态势给打压下去。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的疯狂打压，美国和西方也确实向全世界展示了西方世界的实力。可是，在俄乌冲突当中获利的却并不只有美国。俄罗斯通过与西方的对抗，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，更有能力顶住西方的制裁攻势。对于向西方霸权宣战的俄罗斯来说，这就是最大的胜利。那同样呢，中国虽然在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，并没有过多的在俄乌局势当中发生，这个果实却同样有中国一份。在俄乌局势当中，中国充分保持了中立立场，对于中国来说那是最有利的。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于国际局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无论是中国站在乌克兰一方，还是站在俄罗斯一方，都将直接影响到俄乌局势的走向。如果中国站在俄罗斯一方，那必然就会成为西方围攻的目标，这不是中国想要看到的结果，那更不是俄罗斯想看到的结果。尽管中国崛起之势已成，在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可是西方依然势大，那这是一个事实。中国卷进一个与中国不相关的地区冲突，那必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，这是美国和西方想看到的。美国挑起俄乌冲突，那本身就有着集整个西方世界之力，将美国的对手通通打压，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的用意。那与此同时，中国要是站在俄罗斯一方，确实能够给俄罗斯增加不少的胜算，但是这不仅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，俄罗斯的后路也会被彻底的堵死，这基本上就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正式打响，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局面了。这不是俄罗斯想看到的，那更不是中国想看到的。真要是中国这么做了，那现在保持中立的许多国家，那还真不一定会站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方。反倒是中国保持中立立场，美国和西方在俄乌局势当中会有所忌惮，非西方国家也能够在避开俄乌局势的情况之下，团结在中国身边，给俄罗斯提供一个绕开西方制裁的空间，给俄罗斯继续打下去的底气。最明显的一点，那就是西方凶相毕露，许多国家更能够看出中国的难能可贵。美国和西方所营造的大国霸权形象，并没有在中国身上出现，这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当成了一个新的选择，在联合国排成长队等着与中国代表握手的这一幕，这人民币更是被当成了去美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，而这也是美国最不平衡的一个点。在俄乌局势当中对中国的施压，妄称中国军事援助俄罗斯，也都是源于这个凭什么？凭什么美国疯狂下注，中国却能够凭借一个选择，让西方不敢轻举妄动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